冲突进入第2个月，哈马斯失去了加沙北部的控制权，10万以军兵分3路将加沙地带拦腰切断，终于完成了加沙北部的控制。与此同时，美军与叙利亚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这么多年以来，美军还是首次与叙利亚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根据知情人士爆料，这次可不是小打小闹。在11月8日的时候，以军发言人表示，随着几万平民继续撤往南部，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加沙北部的控制。而在11月9日，还有以色列士兵发出消息，以军已经逼近哈马斯指挥中心，在一座大型医院中是上下打通的，医院下方的地道还与加沙其他地道连通。在加沙战事进入第2个月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作战战略，打算从北部发动进攻，旨在渗透至加沙城。同时，在加沙南部，以军同样在进行行动，成功实现对加沙的南北分割。这次行动涵盖了向北推进，夺取加沙干河北部地区，包括拜塔哈农市和阿塔特拉镇，逐步向加沙城靠近。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战报透露，行动采用的主要战术包括通过空袭占据先机，地面部队清理哈马斯地道，以及步兵单位逐一清剿占领区内的建筑。目前，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加沙北部城区的合围。被困在加沙北部城区的哈马斯武装只能通过地道与外界联系，并获取少量物资。其实，在火力军看来，这次冲突在以色列决定全面攻入加沙地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了，因为双方的综合力量与技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哈马斯武装所依仗的是加沙地带的200余万居民，而以色列所忌惮的也正是这点。至于地道等问题，根本算不上大问题。由于哈马斯与主要地道等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带相对狭窄的北部，也就是加沙城，所以目前加沙的局势冲突可以看作已大局落定。不过，以军与哈马斯之间的战斗却并没有完全结束。以军接下来的作战任务主要会是肃清残敌与维持治安。为了对付哈马斯的地道，以色列也下了血本。目前，以色列南方司令部司令亚伦·芬科尔曼以及作战工程兵司令伊多·米兹拉西已经进入加沙地带，开始对哈马斯地道进行威胁评估，并制定相关的应对手段。在过去的几天，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北部地面行动。以前，以色列总理曾公开表示，在冲突结束之后，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加沙的全面安全责任。这一点意味着以军必须实际控制住加沙地带，并对其形成有效的治安管控。说白了，就是要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能力，让加沙无法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将哈马斯转变成法塔赫一样的存在。另外，以色列总理还表示，打算将加沙交给那些不想继续走哈马斯道路的人来统治。在对北部进行控制的同时，以军在南部的行动也在同步进行。同时，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大规模搜捕哈马斯成员，并缴获相关武器等，同时还持续空袭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按照火力军的估计，在未来1-2周之内，以军应该就能完成北部的全面控制。接下来就是一段持续搜索和毁灭地道的时间。在北部完全肃清之后，军事重心也将转移到南部，但相对北部地区来说要容易多了。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还是以色列至少会在一段时期内对加沙实施军管，一边继续识别哈马斯成员，一边重建，并对加沙总体布局进行重新规划，包括在空地建立住房等，以便分散加沙城的密集人群与建筑，让南撤的居民陆续返回北部。对于以色列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让加沙地带的居民与自己融为一体，就像那些已经融入以色列社会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一样。不过这一次，以色列应该不会将加沙完全交给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了，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以色列这样去做了，但加沙催生出了哈马斯武装。目前整个巴勒斯坦人综合生活状态最好的是以色列完成基本同化的200多万人，其次是约旦河西岸的300多万人，最后才是加沙地带的200多万人。而在叙利亚，美军与政府军正面对战了，这次可不是小打小闹。根据媒体报道，美军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民主军与政府军以及盟友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这次交火事件发生在美军空袭代尔祖尔东部伊朗革命卫队军事基地之后不久。在11月9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宣布，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军出动了2架 F-15战机，
对位于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军以及相关组织使用的一处设施实施了空袭打击。奥斯汀还表示，这次空袭叙利亚是对近期美军在中东遭遇多次袭击的回应。美军所打击的目标是伊朗及其支持的组织使用的武器，是一场自卫行动。同时，奥斯汀还发出了警告，如果伊朗及其代理人继续袭击美军基地，美军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显然，位于叙利亚的伊朗目标成为美军开刀的目标。一方面，叙利亚的防空力量相对薄弱，打起来把握更大一些；另一方面，打掉这些目标，就能摧毁这些武装组织的武器弹药补给，进而削弱这些伊朗所扶持的组织对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名士兵部署在伊拉克，而在叙利亚境内大约有900名美军士兵。在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由于美国选择力挺以色列，遭到了中东地区反美组织或国家的抵抗，频繁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曾披露，自10月17日以来，美军部署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受了46次火箭弹与无人机打击，其中伊拉克发生了24次，叙利亚发生了22次。这次袭击时间造成美军56人受伤，1名军事承包商阵亡。而在美军空袭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目标后，幼发拉底河地区就爆发了冲突。根据媒体报道，一位现场消息人士证实，在周四凌晨，美军和叙利亚民主军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占领的地区与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之间爆发了直接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双方都出动了重型装备，包括重型深管类火炮与火箭炮。很显然，这不是什么放冷枪式的小打小闹，而是极度接近高强度、高烈度的激战。除了上述所说的重型装备以外，不排除双方出动步兵战车与武装直升机等技术类重装备。而在双方交火的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抵抗运动组织还先后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了4次袭击，使用火箭弹袭击了科尼科气田和埃尔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其中，位于叙利亚代尔祖尔以东科尼科气田附近的美军基地遭到6枚火箭弹轰炸；位于叙利亚东部奥马尔油田的美军基地遭到15枚火箭弹轰炸。还有一次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美军。虽然没有媒体公开受损状况，但位于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美军基地内曾连续传出爆炸声。从这里来看，叙利亚政府军似乎想借助这个机会打击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他国驻军。仅从时机的选择来看，有这方面的意图太正常了。尤其是在9月份的时候，代尔祖尔省美军控制区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叙利亚民主军与当地的阿拉伯部族武装大打出手。虽然两者都受到美军支持，但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高低有别。以库尔德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军本就与阿拉伯部族武装存在分歧，双方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在这2支反政府武装陷入内斗的时候，恰恰是政府军收复代尔祖尔省全境的一个绝好时机。如果这次美军与叙利亚政府爆发的冲突是真的，可以说这是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出现的最危险的一次对抗，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彻底引爆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事实上，在整整10几年的叙利亚战争中，美军与叙利亚政府军虽然相互敌对，但在地面战中正面冲突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基本上1只手就能数得过来。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在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以防美军与俄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政府军与美军支持的武装组织发生地面战，或者是美军出动战机空袭政府军。显然，叙利亚敢动手是因为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毕竟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有大量驻军以及各类先进装备，长期以来，叙利亚一直都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一块跳板。但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让俄罗斯继续扩大中东影响力的计划中断，俄罗斯将精力全部投入乌克兰战事。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驻军仍是未来继续参与中东关键。如果叙利亚卷入这次冲突，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俄驻军处境将变得非常不妙。在美军空袭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目标的当天，俄罗斯也出动战机对美国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空袭。根据俄罗斯发出的消息，俄军在周3的时候出动战机轰炸了位于伊德利卜省的武装组织目标，摧毁了这些武装的指挥所、地下掩体以及装备等。俄罗斯给出的理由是，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这些武装在伊德利卜、阿顿坡、拉塔基亚等省对叙利亚政府军阵地进行了多次炮击。不过，这次叙利亚政府军与美军正面激战，会不会引发俄罗斯、伊朗方面的连锁反应，可能还需要火力军继续观察。你们觉得会吗？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